我看到666啊，非常的多哈，谢谢大家的支持，也谢谢大家和我一起进入到彩墨山水画的大讲堂。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我们又来到了什么非常重要的一课哈，这个小6尺的这个长度1.8米啊，高度呢是80啊，高度是80。然后呢，你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墙的高矮，可以调整它，你也可以调整到70，当然你也可以调整到85，说根据这个情况哈，根据这个情况。今天呢，我们画哪张呢？画这张哈，还是靠着这里，因为不靠的话就很重。哎，大家看，这张画气势很大哈，它也是在非常重要的地方悬挂，悬挂过。这是我第一次哈登上这个很重要的部门，这张画我们在画的过程中，大家看哈，它的尺寸是3.65米乘1.1米，就算我们今天这张画的话，它都还没有办法去跟它原比例的去画啊，所以说一会儿我在画的过程中有可能会怎么样呢？把这个瀑布这个宽度这个稍微的压缩一下稍微压缩一下。这张画最难画的是什么？你几乎你看从这里是吧，一直到这里是没有一点石头没有一点石头的话，这个难度是非常难的。因为有很多的学员都知道，但凡有石头的地方你比如说我们把镜头拉近一点，但凡有石头的地方，我们看是吧？这里有很多的石头是吧？其实都很好画，但是呢，就是没有石头的地方你看旁边这些没有石头的地方好，这次看有石头你会把它表现出来非常湍急非常这种流得很急这种感觉是吧？水到漫到那个石头上的感觉一样的但是你看没有石头，没有那个的地方呢就完全就没有那种就是很涌动的感觉这是壶口瀑布那里非常有特点的地方像这张画我们把它要把它画出来太重了。这个画这4斤，我们把它放到旁边上，一会儿我就照着这张画出来画壶口瀑布的时候这是我专门这个在我们的变色班上也画了一张壶口瀑布给大家说了一下壶口瀑布那里的这个在画的过程中这个画的过程中这个难度它是非常难的，因为怎么样呢？因为在那个地方就是第一，它没有这种刚刚说的，它没有石头，它这个水是不涌下来以后四面八方的水汇集到一个点涌下来，整个地方那种水的那种涌动在上面和山石产生那种撞击，是非常舒服的因为我们还说了，这张画呢就是比较有难度所以说我们难度大，证明它就怎么样，就画的时间就多。所以一般来说呢，我就不要说太多的话，我直接就可以我们画直接画长度。我们在画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用铅笔稍微勾一下，用铅笔稍微勾一下它的大概的一个这里，把它弄进去。都毕业旅行要给大家上课。作为老师，上课为大学生是最重要的，要给大家上课，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这2天是把我们累得不得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这里这个面授班是27号结束，然后由于我们这个
婚礼啊，好，来了很多的客人。28号我还带了很多的，我们肯定好多学员都认识的，像带了很多的这些彩墨山水画的这些画的比较好的学员、助教老师一起到天门后山到这个就是到山上去看天门山这个还看了那个你们看过的，应该是一些那个吧，叫天门伏仙今天早上才把最后一批客人全部送走，一天忙得很，我自己也是对，等完了补上，准备明天就出去好，我们现在比方说我们要画一张画，画的时候，你首先你大概定位是非常重要的。这张画呢是几乎是在我所有这个画里面所有龙啸里面的，就是说当时画的时候，由于这个纸它是比较怎么样呢？它是比较窄，它的宽度从这个比例上来说的话，基本上肯定是在这个位置上，因为它裁一半再裁一半，都基本上裁的就是说可以裁它1/3，就是我一个斗方的话只是它的1/3，但是我现在不是我现在一个斗方、2个斗方，其中只有一点点所以说我们当时我在构图的时候那个也是经过了很久的这个去构图，我把黄火之水天上来的那种感觉把它表现出来。你比方说我们在画的时候就首先定位，这是我专门在面授班上给大家这个说了一下如何定位。第一块石头是最重要的，第一块石头我不建议很多人要去怎么样呢？我们要去打9宫格，或者是打16宫格，我是不建议的。这些你太依赖了这种情况，就跟一个人本来他可以很自然的走路，是吧？他觉得拄个拐杖很有风度，对，他就一直杵拐杖。当你拐杖已经杵着，最后就离不开拐杖了，因为怎么样呢？已经习惯了。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你不要去太借助那个太多的，因为我们这里是纯手绘吧，纯手绘画的一些作品如果你是太借助的这个现在的工具像现在很多人用的都是，比方说他临摹我的画，说不定用的都是那个投影仪，是吧？直接把画投影到上面，然后对着这个投影仪对着这个来画，你说有什么意思？你可能会画出很好的作品，一点都没有这个变形，是吧？一点都没有走样，但是你离开这个来就不行了所以说我一直给大家说我们在画画的时候呢，一定是要注意什么？一定是要注意，首先第一，不要太依靠这些东西，你可以那个好，你比如说我们这样画了以后。你看我在画这个的时候其实大概感觉就最多就是中间，最多把这个边缘的这个线画出来。至于中间这些根本就不要管它根本就不要管它。还有就说了，这种画呢，大面积的是什么？是水。这个水我们也不用去管它。你看，把这个画好以后，好，我们就它下面这块石头，基本上，像整个这一块它是一块就顶天立地的，顶天立地的一块石头，基本上它在它的中心位置偏下一点点。好，我们这里就，如果有《增干画集》这本画册的可以翻到86页直接看到这个作品，然后去定位。你看，这下面我们就感觉什么？就是浪花冲到下面，感觉这个就随便一画好，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它这么转过来，把这块画得很深。这块为什么画得很深呢？这一块是为了把这个亮度把它衬出来，是吧？
哎，它这里正好用这一块东西。啊，也是稍微定一下位就可以了。至于里面啊这些啊，你可以根据当时在画的一种感觉，当时在画的感觉就可以了。今天因为我们最多就画了到这里啊，把这个下面看是不是能画多少哈，能画多少。我们所以说呢，就直接就开始画。我们首先开始调色。你看，我们首先在调的过程中要怎么样呢？要先把这个笔啊，先把它打湿，打湿以后，由于我这里要画很深的墨啊，由于画很深的墨，所以说我们就干什么呢？就直接把水刮干，蘸什么？蘸胶墨。蘸的时候呢，我是昨天我们基础班的课，这个还上了。它是素墨哈，素墨的话，我又挤了点墨的话，所以说把这个素墨和这个墨给它搅均匀了。好，你看很多水分，基本上蘸下来好多滴哈，好多滴。这里是需要很多的墨色，所以说我们就蘸上几笔。你看蘸几笔以后，我刚刚挤了一点这个朱标色，朱标色它揉到墨里，其实揉进去以后你是完全看不出朱标色来了。但是由于朱标色它是有什么粉质颜料，哎，粉质颜料和墨混在一起以后，它们两个会产生一定的化学作用啊，然后我们画的线条啊这些啊，它就非常有金石味。你看这个画好以后，我们首先这个画的下面，其实我把这个移过来点了，我这里挤得很，可以，这边可以，可以哈，这下面这个山石啊，大家看它壶口瀑布啊，这里的山石它是有特点的，它都是一块一块的，有层次的。所以说我们在画的时候啊，特别小心怎么样？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画的时候，啊，这种一块一块的，你看它就是有层次的。用什么笔法画出来的？哎，就用这种托笔，先是侧锋，先是侧锋，侧过来以后，轻轻带动。最关键就是怎么样衔接好啊！你看我们现在稍微动了几笔以后，马上就感觉到它这个块面的感觉啊，这就出来了，是吧？这就出来了啊！所以说，在画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你的笔上不要有太多的是吧？不要有太多的这个墨色啊，把笔要打扁一点，把笔要打扁一点。好，你看哈，把它画了以后，这边正好上来。
3笔拖下来以后，3笔拖下来以后，哎，这里形成了一个块面，然后把笔我说打扁一点还是尖一点。是又多一个层次。好，接着再往下，这里是我们在画的时候还有什么样呢？就是要注意不要都是这样子。你看我这条线条是吧？这个线条画的时候，这边就窄一点，这边宽一点。好，这里也是一样的哈，这里也是一样的。你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地方拉的长一点，这行笔你看就慢一点。其实这里面我边画就在边分析，哎，你看，是吧？现在这么一画了以后，你会感觉到整个这个30它变化很多，就避免了什么呢？我们经常在画的时候就把有些30这也是一种类型的画法这种平常的话也很少画到这种类型的画法，其实画出来也很好看画出来。这里转点弯，有时候有些块面很大，像这里就很小，很小也要把它表现出来。很小也要把表现出来的，大的这么大，小的这么小，它就有一个层次了，是吧？它就有一个层次了。把这个画好，画好以后，我们这里就要怎么样呢？就要开始收它的时候，我怎么收它？边画有时候边擦一下，边擦一下，是让这个整个的更厚重。好，我们把这里画下来以后，这个下面它是有一点是吧？你看这个下面是非常深的，这里起来，你看稍微起来一点是吧？起来一点，这个。
到时候这个地方啊，我会把它染的非常的深，但是不管我染的再深再怎么样哈，你就不要说，哎呀，我反正要染深了，我干脆这里就画成一块死墨吧，画成一块死墨那就不行了哈。你看我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的皴法，而且这些皴法跟它是有逐步过渡的，有些地方块面大一点，跟它衔接一下。是吧？跟它衔接一下，再往上面走的时候，这里哈也是，那就是要怎么样来？你看我的用笔，是吧？散得很开，一笔就拉很长，而且大家看我现在的笔的状态是这个状态。好的学员就说了，哎呦，笔都画成这么开了，那怎么画呀？大家看，我只需要稍微的这么一扭。我们再看这个笔，基本上就把它就收拢了，是吧？我并没有去用手调，也没在下面调，它就收拢了。所以就是好多学员哈，像这次特别是这次的面试班的学员，看到以后特别有感触。他说通过面试班的学习和老师近距离的学习，发现好多这个就是说很多的新的知识，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哈。我们很多的那个网络班的学员，通过几次网络班的学习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同时又积累了很多的问题。好，然后带着问题来学习哈，进步会更快这次好多人进步都是非常大，自己也很高兴，也表示了他下一期一定还参加这些心愿我们还是给大家说了，下期呢欢迎参加，但是呢一旦我们招生简章比如说要出来的话，得尽快报名，因为像这一期也是好多人都没报上名现在好多人要学习我们的彩墨山水，然后每次直播班面授班就只有这么一点人可以参加大家看我现在画的这块石头，你们觉得这块石头的立体感强不强？通过块面，你比方说这里有个大块面，是吧？这里有个块面，是吧？这里虚，这里实。好，通过整个这个变化以后，你是不是觉得它非常的这个立体感非常的强，是吧？这个结束以后还没结束，还干什么？要让这个什么呢？要让这个是这个水冲到这个石头上。当然，如果就这么平的话，那肯定是冲不上去了，而且你这还太死了，是吧？这太死了。所以说，我们想办法让它怎么样呢？让它水冲到上面去。这个时候，我首先第一，这个把笔要把它打散了，利用散锋的状态。利用散锋的状态，把这个浪我现在逐步是怎么样呢？就是要把这个浪把它打上去，打到这个石头上。这个时候不要着急因为很多人画这个浪打上去的那种是不自然的，是看着这个你要首先第一个，在安排它的时候，就我还没有画浪水，还没画浪花的时候，
你已经就要怎么样呢？已经就感觉到，哎，它有浪冲上去的时候，那种时候，你比如说把它画的比较，已经是比较这个，哎，有浪的形状了哈。这个时候我们就将就这个笔，因为它已经擦得很干了。好，你可以干什么呢？哎，有这么一点什么，就是这个水，这个水啊，它平常的话，它有时候，比如这个是浪花很大，有时浪花很大的时候呢，要水很大，水量很大的时候，它就基本上这个石头下面是不是看不到？哎，它这个浪打上去以后哈，哎，它往下涌的时候，往下的时候，它这个又感觉到。画一点这个有浪花的感觉，所以我还没开始画水，但是你就已经感觉到有水冲上去的感觉，是吧？把它画了以后，这后面呢就是以虚为主，这后面就是以虚为主。哎，把它擦一下，基本上该流量的地方，哎，我让它流量了；该深的地方，该虚的地方，哎，以擦以块面这些比较大的块面为主。倒是做色的时候啊，把它这里做的很深，这地方流量，然后用这后面这块石头把它衬出来，是吧？整个来说，它的感觉啊就会立体感非常强啊，立体感非常强。哎，你看我们通过这么这个几笔哈，就把整个这个山石这一块山石撑出来了。到时在染的时候啊，你可以把它们染成一个层面，把这顶上染成一个层面，是吧？但凡有这种地方的，都染成一个层面，一下子一块一块的石头就出来了哈。好，我们把这里画了以后，就画顶上。墨色还是这个墨色哈，墨色还是这个墨色，然后。我们将就直接蘸墨就是了。画顶上，我不知道我要蘸的话，我不知道会挡住大家没有？因为今天这个画很大，比较靠边，还可以哈。可以，没问题。谢谢大家哈，今天好多人都在祝福啊。顶上这一块哈也是一样的，我们在画的时候啊，也是要把这里面的一些这个结构啊，你把它画的复杂一点。我们当时因为对于这张画还是非常的重视，一般像这么大张画的话，我肯定能够，比如说5天完成，那这种画我真的是花了它1倍的时间，花了它1倍的时间，慢慢的很精细的去画这种作品哈，最后烧到程度上了以后哈，我觉得还不行，我又申请晚上在所有游客都走的时候，走了以后又上楼去，又上楼去画。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把这个画了以后，你看哈，我要那个啥的时候，这水分还有点多，水分很多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就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在这下面。你看这下面稍微拖一下，在拖的过程中，
好，这个时候差不多，笔上的水分少了，哎，又像开始那样子。